我在当红顶流车里换衣服，却被狗仔偷拍视频。千万级粉丝男偶像夜会女友在车里震，热搜瞬间炸开，标题直接冲上了千万级粉丝男偶像夜会女友。网友正催他出来澄清，顶流却先一步怒怼黑粉：“你才不检点，是老子倒贴的他。我只是个常年不温不火的女演员，今天被邀来参加电影节颁奖。”候场区入口忽然涌进一拨人，几位小鲜肉推推搡搡朝我这边挤来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突然惊呼：“裴思彻！没想到你也来了！”听见这个名字，我条件反射似的，整个人都僵了一下。在转型往影视圈发展。我顺着声音望过去，他正站在我身后不远处，那人背对着我，压根看不见正脸，我却一眼认出了他。我本想悄悄换个位置，结果心急脚下一晃，整个人失了重，我下意识朝他那边望去，正好撞进一道熟悉又陌生的视线。男人想扶我的手降在半空，骨节分明的指节都停住了。我心里直骂见鬼，节目邀请名单里明明不该有他，我还特意避开了他所有行程，怎么还是撞上了这场面？他眼里的担心转瞬即逝，睫毛微不可察的颤了一下。好久不见。听见他的声音，我猛地低头，提起裙摆就想立刻逃走，可我刚迈出一步，身后就炸开一声狼嚎。嫂子！那声音大得离谱，恨不得把全场人的目光都拽过来。我脚步一顿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心里只剩2个字：完了。这下想装不认识都来不及了，那嗓子差点把我的魂都吓飞出去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那人竟然大咧咧喊我嫂子，张扬的毫不避讳，像是故意让所有人听见。我脑子里轰的一下，瞬间乱成一团。这场面像极了大学时被人起哄的那次。我下意识看向远处，粉丝正举着手机拍照。再转眼，我又心虚地望向那个男人，他的眼神复杂又晦暗，压得我呼吸都紧了。我艰难扯起唇角，硬着头皮开口否认。我勉强笑着说：“你们认错人了，我是真的怕明天热搜直接空降我和他。什么随时随地发现亲嫂子，我可扛不住。我这种胡咖哪敢去招惹大顶流？”就在这时，工作人员的声音把我猛地拉回神。工作人员提醒我说：“韩小姐，该您入场了。”我匆匆移开视线，不敢再多看他一眼，心口却开始狂跳，撞得我自己都发慌。我强迫自己往前走，硬是挪出了他的视线。等我逃开那道目光，才敢确认真的是他。裴思彻已经不是当年的少年模样了，他褪去青涩，五官更立体，也更硬朗。那双眉眼冷得厉害，还带着几分玩世不恭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他要真转型，往后怕是常见。想到这里，我整个人更不敢松一口气。进了会场，我挺直腰板，强迫自己坐得端正。我一边装得优雅，一边努力维持极度端庄，嘴上说不心虚，可我总觉得背后有目光。我只能装作镇定，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察觉。可再转念一想，现在的裴思彻确实成熟多了。这2年多过去，我甚至怀疑他早就变了样子了。也许当年的那点旧事，他根本早就不再计较了。可我嘴上这么菜，心里还是紧得发慌，怎么都压不住。直到裴思彻终于上台领奖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台上的男人礼貌接过奖杯，神情却很散漫随意。他眼皮懒懒搭着，俯瞰台下的模样也带着痞劲，明明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偏偏荷尔蒙爆棚。这样庄重的场合也压不住他那股痞气和轻狂。获奖感言我没怎么听清，却被他一句话狠狠打中。我非常感谢一个人，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激励，裴思彻又说道，我才能站在这里，比原来更强大。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像被当场锤晕了。他冷着脸，却笑得璀璨，眼里全是柔情。我脑子里立刻冒出一个念头：那个人到底是谁？那个人是他的心上人吗？还是别的什么人呢？是不是我离开以后，真的又出现了新的女孩啊？他陪他走过这2年，才把他养成了如今这样子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却迟迟不敢离开现场，半步都没动。我生怕再撞上什么不该见到的人，连脚步都压轻。那些预想过无数次的重逢，此刻全都散了个干净。真到了面前，我还是没法坦然面对他这件事儿啊。直到嘉宾几乎走空，我才慢慢站起身来离席了。我沿着通道出口往外走，步子放得很轻很轻了。走到一半，余光却瞥见走廊尽头站着一个人。我看清那张脸的瞬间，整个人都当场僵在原地了。只挣扎了1秒，我就干脆转身往回走，去躲开了。我为什么要跑？这个答案我比谁都清楚明白了。一见他就紧张这毛病，到现在都还是改不掉的。今天不比以前，我不能再让他看出半点端倪来。我在厕所里躲了半天，生怕他抓住一丁点儿破绽不放。以裴思彻那臭皮张扬的性格，肯定会死揪着我不放。等心口那阵慌乱慢慢压下去，我才敢继续等时机。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才再次硬着头皮走出去。刚踏出门口，我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。他居然还没走，就站在厕所外的走廊里。走廊灯光落在他身上，衬得那张脸更惹眼。和刚才不同，他已经把西装外套脱了下来，外套松松垮垮搭在肩上，多了几分懒散。衬衫扣子也被他随意解开了几颗。
白花花的锁骨和胸口几乎全露了出来。他双手插兜，围弓着身子，正盯着地面发呆。听见我的动静，他才抬起眼皮，转头看我。那几秒对视，长得像被人硬生生拉成了一年。我的心跳越跳越重，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再这么僵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我低着头，打算就这样从他身边直接过去。可就在擦肩那一瞬，他忽然低低出了声。裴思彻懒洋洋地开口：“喂。”那声音不重，却把我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。一见我就跑，这是什么毛？我脚步悬在半空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见我没反应，他反倒从容地迈到我面前。他微微探身，俊脸一点点凑到我眼前，我脑子瞬间空白，连呼吸都跟着乱了。许是我这副表情太好笑，他竟然扯了扯嘴角。他就这样与我四目相对，眼底带着点戏弄。裴思彻轻声问：“你在躲我？”我心虚地垂下眼，不敢再跟他对视，又低声道：“对不起。”听见我道歉，他脸上立刻多了几分得意。我一听他话头不对，赶紧开口打断。我着急道：“对不起，请你让让。”他的话音猛地断住，脸色也跟着沉了下去，空气一下安静下来，尴尬的让人发紧，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。我只能继续低头躲开视线。裴思彻冷哼一声：“我是来上厕所。”我听完只觉得无语，这种事倒也不必特意告诉我。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欠揍。我点了点头，平静回他：“那就好。”我心里只希望他这次真不是冲我来的，可我这一下敷衍，立刻把他惹毛了。裴思彻恼火的冲我发作：“韩七月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”裴思彻冷声继续：“就这么不想跟我说话是吧？把我拉黑就算了，还整天躲着我。”裴思彻咬着火气：“你的心是铁做的吗？对别人都能那么好，就对我狠心。”我被他这一通输出堵得一句话都插不进去。我不是不想理他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，毕竟换谁被前任大帅逼堵在面前都会发慌。裴思彻突然伸手撩了把头发，动作骚气的要命。他把西装往肩上一甩，转身就装得特别潇洒。裴思彻故作大度地说：“算了。”我心生开阔，才不会跟你计较。说完，他单手插兜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，那背影走得跟低台似的，活像一只开屏孔雀。我盯着那背影，脑子里莫名蹦出一句：“你好骚啊！”想着我们到底算老熟人，我还是好心提醒了他。我朝他喊了一声：“那边是女厕。”听见这话，他那嚣张的背影猛地僵住了。刚才还满身气焰的人，瞬间像被人掐住了脖子。可他背对着我，迟迟不肯回头，明显在硬撑。我看他这反应，心里一下就明白了，他多半是真的没认路，才会一路走错方向。我压着情绪，尽量平静地补了一句：“男厕不在这一层。”我又放轻声音解释：“男厕跟女厕是分开的，我可以带你去。”裴思彻冷冷打断我：“我知道。”我看着他死要面子，心里只剩一句：憋坏了，我可不管你。想给他留最后一点体面，我干脆把话全都咽了回去。提起裙摆，我转身就要离开这个让人发闷的地方，刚迈出2步，身后突然追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下一秒，一只大手猛地扣住了我的手腕不放，头顶跟着砸下一句审问，来得又快又冷。他冷着脸问我：“怎么会对男厕的位置这么清楚？”没等我开口，他又逼问：“我还陪谁去过那里？”我愕然抬头，这才看清他紧抿着嘴唇的样子，那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，急切的几乎藏不住。对视的一瞬间，他像是突然理智回笼了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抬手狠狠薅了把头发。他低声说：“算了，你别说了。”他又平静补了一句：“对我不重要。”我愣在原地，半天都没能跟上他的变化。说完这2句，他转身就走，背影干脆的刺眼。前一秒还急着追问，下一秒却像彻底放下了。看着他消失在走廊尽头，我心口忽然一沉，那个背影越走越远，快得像要把我甩开似的。明明只是几句问话，我却被他弄得胸口发闷。他说不重要时，语气平静的让我心里发凉。原来有些答案还没出口，就已经被他判了结。我站在原地，连呼吸都像被人拽得生疼。我忍不住想，真的都不重要了吗？这次在见到裴思彻之后，我就开始连着几天都在做着同一个梦呢，梦里全是大学时候的那些旧事了。那些记忆翻上来，胸口就发闷了。明明我一直都在拼命控制自己啊，可情绪还是一点点的失控起来了。那些被我压下去的感情又翻起来，开始在我心里蠢蠢欲动起来了呢。那颗沉寂已久的心，像忽然挣开束缚，彻底发了狂，连我都快压不住了呢。裴思彻在大学里一直都很有名啊，一直是出了名的好看，谁都看得见，也出了名的年少轻狂，浑身都是锋芒。在我们还没认识的时候，我就早听过他在圈里的大名了。他是京圈大少爷出身的那种人啊，骨子里就张扬的过分耀眼极了呢。学校里早就围满了追他的迷妹们，却没有一个能真正入得了他眼里。
裴家在京圈里的背景强硬的吓人，裴家本身就是京圈老牌演艺世家，名下还握着2家大型娱乐公司呢。舅舅更是顶级大导，爆火只是早晚。而我那时只是个18线外小演员，那时候的我和他差得太远太远了。第一次见裴思彻是在他舅舅剧组里，那时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女N号，我刚拍完一场骑马戏，一抬头就撞进他炙热的眼神里。从那以后，他就追得毫不掩饰，每天都跟在我身后，寸步不离。裴思彻笑着问：“你也是 A 大戏剧学院的，怎么之前没在学校见过你啊？”裴思彻顺势说：“要一起回学校吗？”他扬着眉说：“以后我罩着你。”他还补了一句：“我还没有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”司马昭之心，几乎人人都看得懂。到了学校，他兄弟们更是肆无忌惮，他们一口一个嫂子，喊得我脸热，我尴尬的恨不得立刻遁地，甚至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关上猴。裴思彻看见我脸红，反倒笑得更欢。裴思彻笑着说：“别起哄，他容易害羞。”可那点纵容，倒像有意在逗我。那时的裴思彻眉眼间全是少年气，面对这样的他，说不心动是假的。可他有无数条退路，我却没有。我低声说：“毕业之后再说吧。”可惜最后事与愿违。我比裴思彻大一届，毕业前后正撞上风口。那时我和经纪公司起了矛盾，前途突然发灰。雪藏的风声一出来，我整个人都沉到了底。偏偏就在这时候，裴思彻兴冲冲来找我。他不是来算账的，是来向我表白的。我明明看见了他的认真，还是狠心退了。我低着头，连他的眼睛都不敢看。我低声说：“你不要喜欢我了。”那一瞬间，空气像是一下子僵住了。昔日里耀眼自信的少年，第一次在我面前弯了腰。我心口一紧，却还是逼自己稳住。我轻声回他：“你一直都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存在。”可我心里清楚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。那不是借口，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。在梦想和爱情面前，我还是选了前者。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自己欠了他，也知道这句话一出口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我们之间的联系被我自己一点点切断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成了我不敢提的人，而我每次想起那场表白，心口都像被压住。直到很久以后，我才明白，我亲手错过了他。不久后，裴思彻去参加了那档选秀节目，没过多久，他就稳稳站上了 C 位。出道当天，他直接成了全国顶流。镜头一多，他吹牛的机会也跟着多了。可那张嘴还是一如既往的没脸没皮。裴思彻得意地说：“众所周知，我是个形容词，不喜欢我是你的损失。靠家里，抱歉，哥哥我只靠自己。”一周后，我站在 A 大校门前，心里格外惆怅。眼前就是大学校门，我却怎么都提不起劲。这时，手机突然震了一下，把我拉回现实。我刚划开屏幕，经纪人的声音就兴奋地冲出来。经纪人急切地说：“我打听了 ，A 大戏剧学院这次校友会很隆重，邀请的嘉宾清一色都是影视圈的大腕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一定得跟他们打好关系。这些人可都是你日后的人脉。”我平静地回道：“好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抬头看向不远处那个骚包的人。裴思彻被人团团围住，连一步都挪不开。校门口堵得水泄不通，全是冲着他来的目光。他穿着黑色衬衫和西装裤，袖口随意挽起，再加上他身形本就优越，站在人群里格外扎眼。明明今天粉丝学生都在抢着见他，裴思彻还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。我正看得离谱，他忽然转身，视线穿过人潮，直直撞上我。那一瞬间，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认错了人。他迟疑着低头，单手拉低墨镜，偏偏还要从镜片上缘偷偷瞅我。那动作像是在跟我打招呼，又像在炫耀自己有多火。可下一秒，他的手就尴尬地僵在了半空。我一看这阵仗，立刻知道他要是招呼我，准得把我拖下水。虽然有点不厚道，我还是选择装作没看见。我趁着围观的人没注意，低头就往旁边悄悄溜走。可他一把拉低墨镜后，路人反而更确定他就是顶流裴思彻。人群瞬间炸开，尖叫声一层压着一层往外翻。我混进围观群众里，顺着缝隙在人潮中穿来穿去，四周全是举手机的人，
场面夸张的像要把街口掀翻。我忍不住啧了一声，这阵仗真不愧是顶流出场，连我都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耀眼的过分，也难怪这么多人拼了命也想挤到他面前去。我看着被围住的他，心里只剩一句话：这场面太夸张了。可偏偏就是这种夸张，才最配得上他的名气。我顺着人潮继续往外走，免得真的被他当场拉下水。身后尖叫还在继续，我就已经悄悄退出了最热闹的中心。回头再看一眼，那道被人群包住的身影依旧亮得扎眼。校友会快开始时，裴思彻却顶着一张臭脸闯了进来。他身上多余的武装都被撤掉，整个人显得更冷更野。墨发梳到脑后，眉眼锋利的像刀，黑衣也压不住戾气。他一出现，四周的目光都被那股低压拽了过去。裴思彻黑着脸，一言不发地朝我走来。我还没来得及躲，他就直接在我身侧坐下，那股阴沉的气场像是专门冲着我来的。裴思彻冷声道：韩七月，你可真……我心口一紧，知道他这是要当场算账了。裴思彻咬着字说：文复义，你可真有一套。他一句接一句，明显还没打算给我留面子。裴思彻冷笑着说：嫌弃我丢人呗。听他越说越狠，我反倒有点心虚了。我只能低头，先把这阵火往旁边压一压。我压低声音说：有什么恩怨私下解决，别在这里乱说。我忍着尴尬又补了一句：别说了，你什么时候对我有恩了？这话一出口，我自己都觉得底气不太够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哥的爱就是恩赐？裴思彻探过头来，认真把我刚才的话听完了。下一秒，他嗤笑一声，脸色更难看了。裴思彻冷着脸说：我真是看错了。他的表情直白又固执，像认定我没良心。我和他之间的旧账算是当场彻底摊开了，而这场校友会还没开始就先被我们搅乱了。这场母校戏剧学院活动名义上是校友会，实际上是宣传活动，算上我在内，一共只请了5位嘉宾，场面小得可怜。可经纪人偏说这已经是大场面，我听着只想发笑。我这种胡开来凑数就算了，裴思彻这种大忙人居然也来了，我没敢再跟他搭话，生怕多说一句就惹出麻烦。他原本不该坐我旁边，可他偏偏大大咧咧挪了过来。这一坐已经够出格了，偏偏还是在人多眼杂的时候，万一被人拍到我们有点亲密互动，热搜就得乱写一通。到时候我这点热度怕是真要被黑得湖川地心。领导讲话又长又枯燥，台上念得认真，台下听得麻木。等发言终于停了，才轮到嘉宾回答同学们的提问。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轻松，反而更得防着裴思彻乱来。他连说个话都要凑到我耳边，距离近得离谱。他呼出的气息落在我脖子上，像故意贴着我试探，那感觉太像一对亲密的小情侣，偏偏还在大庭广众。他每靠近我一点，我都想从座位上直接蹦起来。他不是单纯来参加活动，而是在我面前炫耀他的火，还想让我看清楚他现在有多优秀，有多耀眼。台上的问答还在继续，我的心思却全被他搅乱了。表面上是校友活动，实际上却成了我和他的危险同场。我越躲，他越靠近，这场活动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对劲。我终于明白，他今天来这里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。活动一结束，我礼貌和几位嘉宾大佬道别，顺手捡了个漏。跟导演告完别，我盯着新交换来的联系方式，心里一阵窃喜。裴思彻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，冷眼盯着我的手机屏幕。加个野男人的微信就这么开心？你还没走，这么关心我？我一噎，干脆把他甩到身后，不再接话。可他压根没打算收手，转眼又成了我的跟屁虫。到了恩师面前，他又抢先一步跟老师熟络的叙起旧。我看着他那副死缠烂打的架势，只觉得甩都甩不掉。等我们从恩师那里出来，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黑了，走廊空荡荡的，安静的能听见脚步声在回响。可裴思彻还是毫无自觉，死死跟在我身后不肯落下。我刚想加快步子，他就在后面慢悠悠吐槽我。可越是这样，我越不敢回头。他一转身就撞上他那张脸，我明明想躲开他，结果反倒被他一路逼着往前走。我暗暗咬牙，只能继续往前冲，盼着别再惹出动静。走廊尽头一片昏暗，裴思彻的脚步声却始终跟在我后面。我走到楼下，一抬头，整片天都被雨幕砸得发白了，雨大得离谱。我站在楼下，整个人瞬间看傻了。裴思彻在旁边轻笑一声，像早就料到这一幕似的。下一秒，他竟从身后摸出早上那把遮阳伞给我看。裴思彻扬着下巴，得意道：“这就叫未雨绸缪。”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这人果然一点都没变。低头打开打成软件，半天却连个接单的影子都没有。他居高临下的瞥我一眼，迈进雨里又慢慢回头，那姿势欠得要命，我都想当场给他配段 BGM 了。可我故意跟他拉开距离，他又偏偏懒洋洋开口了：“
哥哥，我呢，这人特大度，勉强送你一程。我立刻拒绝，不用，谢谢。自从他上次获奖感言之后，全网都在疯找嫂子，粉丝顺着蛛丝马迹，竟然扒出了不下5个名字来。这消息炸得离谱，连整个娱乐圈都被掀翻了。他明明都有喜欢的人了，还来招惹我干什么呢？我一时想不明白，他到底想证明什么，还是想出口恶气？裴思彻眼尾一挑，偏偏还不肯就这么放过我。你不会是想着让我抱你走吧？我赶紧往角落里缩，生怕他真的来，真的给我难堪。裴思彻伸手逼近，你想要我抱你走？看不出来啊，你居然是这种人。我怕狗仔拍到，只能认命冲进他的伞里，下一秒就撞进他怀里。裴思彻低声笑道：“我的身材摸起来手感怎么样？”事发太突然，连裴思彻都明显慌了神，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。我抬头盯着他，眼神里全是震惊，顺便等他给我一个解释。裴思彻支支吾吾的开口：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”他见我脸色不对，立刻抬手打圆场，说：“先别急着算账，待会儿让你揍一顿，行吗？”他又指了指车那边，说自己车上有衣服，先去换掉。裴思彻皱着眉补了一句：“再淋下去，你真要感冒了。”他不等我回话，手已经搭上我的肩，把我往前推着走。我被他推得一个踉跄，只能缩着脖子别扭地往前挪。我忍不住低声怔了怔：“你撒手，我自己会走。”他低声说：“我不挡着你，雨水再浇你身上怎么办？”我顿了顿，最后只别扭地回了一个字：“哦。”等进了车里，我才发现里面空间狭小，气氛也一下变了。我刚坐稳，就看见某人旁若无人的抬手开始解衬衫扣子，那动作又快又坦荡，像是根本没把放在车里。我盯着他，一颗扣子被他解开，又一颗，心口直跳。前一秒还在躲雨，下一秒他就拖得这么随意，我人都傻了。我只能僵着背坐着，看他继续解扣子，完全没当回事。一颗扣子，两颗扣子，衣襟很快被他松到，露出里面的白衬。我按耐着想下车的冲动，盯着他发问：“你在干嘛？”裴思彻懒洋洋地说：“给你衣服啊，难道你还想干点什么？”我立刻回嘴：“你不是说车上有衣服吗？我穿你没穿过的。”裴思彻轻嗤一声：“要求还挺高。”说完，他大手一挥，把2件衣服扔到我怀里。我拿起上衣一看，脸一下子烧得通红。这件衣服宽得离谱，料子还薄得过分。我真穿上去，内衣都得直接暴露在外面。穿啊，愣着干嘛？你真变态，这像块抹布。我又指着那件衣服，气得声音都发颤。我继续质问：“你车上为什么有这种衣服？”这就是老头衫，健身穿的。裴思彻反问：“谁会包得严严实实的去健身？”我瞬间蔫了，气鼓鼓的把衣服又塞回去。我干脆一扭头，决定这衣服我不穿了。他低头解开衬衫扣子，我却瞄见车窗里的反光，那一眼扫过去，我差点没绷住，身材真不错。我气得扯下衬衫，抬头就撞上他含笑的眼睛。没看够？谁看你了？少往自己脸上贴。裴思彻挑眉道：“我说你看我了吗？不打自招。”我被他堵得哑口无言，打嘴仗着没赢过他，我只好让他闭眼，准备趁机把湿裙子换下来。对面的人突然睁眼和我撞了个正着，被他当场看穿，我立刻转身去看窗外。我故作镇定地说：“雨挺大。”裴思彻勾了下唇，却罕见的没接我的话。他死皮赖脸，坚持要开车送我回家。一路上，他还不停拿我开涮，句句带刺，话里话外都把我讽成了个女流氓。怕他看见我发烫的脸，我低头装作玩手机。我干脆不再搭理他，任他自己说个够。裴思彻冷着脸，把伞直接丢给了我。某些人可真是没良心，用完我就丢。车里一下安静下来，只剩他冷冷看着我。我在心里发愁，现在这关系能表示什么？车门开着，我却迟迟迈不出去。下了车是告别，留着又更像失态。我站在原地，连手里的伞都显得烫手。他的目光还压在我身上，冷得没有退路。我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雨声敲着车顶，空气也跟着一寸寸发紧。我既不想回头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他忽然开口，问我是不是不想还衣服和伞，语气还带着埋怨。我一下想歪了，心里发虚，只能老老实实坐回去。我硬着头皮说：“那，你留个电话，到时候我让助理给你送去。”他明显不买账，冷哼着回我：“我就只配联系你助理。”这句一读，我更没话说，车厢里的气氛也跟着僵了下来。他抬起手，
黑眸沉沉盯着我，像是在等我自己递过去。他冷着脸说：“手机。”那只手骨节分明，青筋都绷着，压得人不敢躲。我把手机递过去，他稳稳接住，动作干脆的没有一点拖泥带水。手机移到他手里，车里反而更安静了，静得让人发慌。我坐在旁边，连看向哪里的借口都找不到，只能干熬着。余光里，他已经低头看起我的手机，指尖停在屏幕上。我忽然有点后悔，刚才怎么就这么把手机交出去了？可他没理我的局促，只是一直盯着屏幕，像在等什么东西。直到我才看清，他盯的不是别的，正是我的手机壁纸。那眼看得我心口一紧，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绷住了。我屏住呼吸，连他下一步要做什么都猜不出来。他还握着手机不动，车厢里的沉默也跟着越拖越长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事情好像不是还衣服那么简单。而他接下来想问的，恐怕正是我最不想解释的东西。裴思彻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可真行，看上我兄弟了呗。”这次我真是冤枉，只是沉迷苏少谦新剧。大学时候，他们俩整天勾肩搭背。苏少谦见了我还一口一个嫂子，我是疯了才会看上苏少谦吧？可裴思彻偏偏不这么想，他冷冷地说：“某些人的眼真是瞎得可以，他有我帅。苏少谦整天贱兮兮的，还没我成熟稳重。”裴思彻臭着脸，拿着2部手机摆弄半天，他磨磨唧唧地把手机递给我。我刚想说大可不必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啊什么？很惊讶。”裴思彻淡淡地说：“你不亏，我跟你互关。”我颤抖着手点开微博，差点当场炸开。我惊声喊：“裴思彻，我要被你害死了！”裴思彻皱着眉问：“你这是什么反应？”裴思彻开口就问我，真这么想跟他摆脱关系？他还提起那档常驻综艺，说前阵子也邀过我。接着他又逼问我，难道真看上苏少谦了？被他怼得心虚，我只能老实解释给他听，在追苏少谦的新剧，所以才换了他的壁纸。我才没有喜欢苏少谦。明明是他擅自关注了人家的微博，现在却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搞得好像我才是那个做错的人。可要不是他以前对我太好，我也不会惯着。再说他一看见我就像斗鸡，我哪敢跟他同场？听完我的话，他明显愣了一瞬，转眼又了然的笑了，眼神也变得玩味。不喜欢苏少谦，那我呢？喜欢我吗？他一步步把我挤到角落，退路被他堵死。我后背贴上车窗时，才猛地回过神来。我急忙开口：“太晚了，我先走了。”说完，我捞起伞，伸手就去拉车门。我几乎是逃着下车，连头都不敢回。我只想在脸红之前跑掉，别被他看见，不然某人的尾巴怕是都能翘到天上去。凌晨3点，我被手机铃声硬生生吵醒。我迷迷糊糊划开屏幕，眼睛都没完全睁开，还没把手机贴到耳边，裴思彻的声音先钻了进来。裴思彻懒声问：“睡得香吗？”我含糊应了一句：“挺好的。”说完这句，我又倒回去，直接昏睡过去。他在那头连着喊了几声，我都没再回音。七月，你真是没有心！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，你却睡得这么死。再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，手机也早没电关机。我一开机，裴思彻的消息就疯了一样弹出来。他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意思，立刻把伞还给他，还得本人亲自送到，半点商量余地都没有。我盯着那串消息，忍不住骂他一句是鸡儿。一想到昨晚通了整夜电话，我又开始犹豫，亲自去还伞，谁知道他还会怎么变着法刺激我。我正要回消息，裴思彻的电话又打了进来。裴思彻冷冰冰地说：“七月，你回信息是犯法吗？”还没等我回话，他又理直气壮地补了一句：“那把伞跟我好多年了，他不在我身边，我睡不着。”我看着屏幕，差点以为他在故意拿我寻开心。裴思彻不依不饶，又拖长声音说：“不是你本人亲自来送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偷偷把我的伞给换了？”他话锋一拐：“还有，你把裙子留我车上是什么意思？”故意的，让我睹物思人。我被他绕得没脾气，只能回他一句：“你想太多了。”他却越催越狠，几乎是嚷出来：“赶紧还伞！没有他我真的睡不着，会猝死的。”我放弃跟他争，轻声问他：“你家在哪？”我都准备穿鞋出门了，
裴思彻却突然改口，说亲自来我家拿。他动作快得离谱，不到1个小时，门铃就在我家外面响了起来。我打开门，他一进来就卸下全副武装，整个人都松散下来。我一晚上没睡，你倒是睡得挺香。他自己睡不着，还能理直气壮地把账算到我头上。我赶紧把伞递给他，只想让这场拉扯尽快结束。没想到裴思彻接过伞后，竟然顺手把它放到了一边。伞明明已经到手了，他却没急着走，反倒更像在等什么。我看着他那副神情，忽然觉得后面恐怕还有一出。裴思彻慢悠悠走进客厅，目光准准落在沙发上。下一秒，他直接往沙发上一躺，整个人摊开了。我盯着那一大坨人影，心脏一下子狂跳起来。我忍不住问他：“喂，你不走吗？”我都1晚上没睡了，我现在回去就是疲劳驾驶。他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，继续补上一句：“你别多想啊，我就是在你这儿补会儿觉。你要想对我做什么，那是你的事。”我在心里发愣，这脸皮真是城墙做的吧？裴思彻时不时抬眼瞧我一眼，又若无其事移开。可他越是装的随意，我越觉得他心里有鬼。果然，下一秒他就流里流气的开口了：“怎么，你还真想对我做点什么？看在是老同学的面子上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”这口气太熟了，熟得像个风月高手。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猜测，又觉得不太可能。我拼命压住发颤的声音，心口却跳得更厉害。我试探着问他：“裴思彻，你不是还喜欢我吧？”话一出口，屋里的空气都像跟着停了一拍。裴思彻被我的危险发言噎住了，他身体一僵，先在沙发上翻了个身，再也不肯抬眼看我，明显在躲。他闷声丢下一句：“这辈子就只当过那么一次舔狗。”他又冷着补刀：“还被没有良心的笨蛋给耍了。”他咬死不松口：“我才不会再掉进陷阱里呢。你说的那些话我信了，傻子才会再上你的当。”我低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食言了。”我郑重补上一句：“我向你道歉。”可他躺在沙发上，还是一动不动。我挪到他身侧，伸手戳了戳他的肩：“我们之间问题一直在我。”好人卡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不是。那一眼之后，屋里气氛终于松了半分。裴思彻低声逼问：“你喜欢过我吗？”我被这句话问得一愣，心口像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。他盯着我不放，黑眸沉得可怕，像是早就瞄准了猎物。喜欢我还躲我，还是一切都是我的错觉？你从来都对我没意思，只有我自己跟个傻子似的，以为我们会在一起。我咬死了不肯松口，可眼前却越来越模糊，眼泪先掉了下来。他手忙脚乱地替我擦眼泪，连声音都软了下来：“对不起，不逗你了，不逗你了。”说完，他直接抓起我的手，往自己身上一下下捶过去。心里舒服了吗？有气你就在我身上撒出来。我把手猛地抽回，看着他那副紧张模样，心里却更乱了。这些天他做过的事一件件往回涌，我越想越委屈，泪水再次冲上来，我几乎是失控的喊出声来。我崩溃的喊：“裴思彻就是想看我出丑，想要我难看是吧？”话一出口，刚才那点暧昧全碎了，只剩我和他之间更僵的局面。裴思彻急忙解释：“我喜欢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想要你难堪？”他这句话一出口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可我还记得他之前明明说过那句“傻子才会上我的当”。过了很久，我才支支吾吾开口：“裴思彻，你不能这样。除了你，我对谁还能这么有耐心？”说完，他又反应过来：“谁在你面前造老子的谣？ CP 都快数不过来了。”我越说越气，抬手把他直接推开。裴思彻，你一点都不守难得。网上的东西你也信是吧？我眼睁睁看着热搜往上蹦，评论区很快炸开了锅。折腾完一圈，他幽怨地看向我，问我现在信了没有。我心里的酸涩散了，是我误会了。我整天都陷在上午那件事里，心口像被什么一直挠着。到了晚上，裴思彻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接下来1个月我都要在外地拍摄。裴思彻低声说会很忙，没办法去找你了，还这是在跟我报备行程。我一时竟没接上话，我只干巴巴应了一声：“你考虑一下我整天忙着往上爬。”裴思彻认真说：“我想站在更高的地方，让你能看见我。你试着考虑一下我，
不管多久我都可以等。听到这里，我那点心软几乎都要化开了。我鬼迷心窍，刚想答应他，却突然拐了话头。裴思彻带笑说：“你故意把裙子落在我车上，不就是想让我去找你？”我一下哽住了，脑子里只剩2个字：完了。裴思彻又继续追问：“韩新月，你爱惨了我，对不对？”我被他逼得没法接话，直接按掉了电话。自打加上联系方式，他就没一天消停过。我发一条朋友圈，他能追着翻出我以前所有动态。我刚发了苏少谦新剧的剧照，他立刻评论挑刺。就在刚刚，经纪人发来消息，替我接了裴思彻常驻综艺。校友会那天，我刚上裴思彻的车，就被狗仔偷拍了下来。断章取义的视频直接被他们丢上了热搜。千万级粉丝男偶像夜会女友车震，词条当场炸开。裴思彻、韩七月恋情曝光，后面还跟着同款车震4条。微博被这波热度冲得几乎崩掉，我人也傻了。我颤着手点开视频，想看看他们还能编成什么样。视频里我上车时还穿着裙子，下车就换了裴思彻的衣服，就这副样子，说我们没一腿，我自己都不信。网友们也彻底疯了，评论区一条比一条离谱。网友冷嘲热讽：现在年轻人都玩这么花了吗？网友推得更凶：裴哥赶紧出来打假啊，告他丫的！还有人翻出旧账，前几天他们还互相关注，不会真有一腿吧？没一会儿，我的手机就开始接连不停的响，经纪人、爸妈、闺蜜轮番打来，把我审了一遍。经纪人急声问七月：视频里是你吗？爸妈追着问：七月新闻是假的对吧？这下我是真的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后来狗仔又放出新视频，拍到裴思彻在我家停了3个小时，锤上加锤，绯闻越炒越真，裴思彻却始终没出来打假。紧接着营销号又爆料说他追了我2年，而我一直吊着他。裴思彻在网上突然冒泡，重拳出击回怼那群人，越怼越凶，把绯闻点燃。我看到消息时，已经过去了好一会儿，本来就够乱了，他还在火上浇油。我正想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先消停一会儿，可号码拨过去，回应我的只有关机提示。临近傍晚，门铃突然响得像催命一样，我愣了一下，他不是在外地拍摄吗？不是我找人拍的，你信我？他一脸严肃认真的，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。平时吊儿郎当的人，偏偏这回最正经。我轻声回：我知道。屋里一下安静下来，我们谁都没先开口，对视一眼后，有默契的移开了视线。过了几秒，他试探着提起车上那件事。那个大学时候，我们的合照都给扒出来了，你看了吗？我低低应了一声，心跳却快得不像话。我这边已经跟你公司那边沟通过了，他们都说不用澄清，可以顺势炒一波 CP。裴思彻又说，但我觉得这样对女生名誉影响不太好。我听完心一下子软得一塌糊涂，我忍不住问裴思彻：裴思彻，你还喜欢我吗？裴思彻皱眉回：问这个干嘛？我看着他一字一句说：再确认一下。不然呢？跟你一样没良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一横，坚定开口：思彻，我们谈恋爱吧。裴思彻失声道：啊！愣住那一瞬，瞳孔都像在地震。我站到他跟前，仰头直视他的眼睛，我一字一句说：思彻，我也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裴思彻磨磨蹭蹭离开我家后，我立刻打给经纪人坦白。我低声说：我跟裴思彻在一起了。电话那头的经纪人毫不惊讶，反倒听得十分愉悦。猜到了。我这才知道，这1年多里，他一直在背后帮我，连我现在的经纪人都是他亲自替我挑选的。他帮了我这么多，却从来没想过在我面前邀功。我越想越愧疚，心口像被什么狠狠攥住。我一股脑给他发去信息，想把迟来的话都说出口。我发消息说：裴思彻，之前我总是畏手畏脚，不敢表达我自己，很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我又发消息说：你太耀眼了，所以我总是会害怕自己实现不了梦想，怕自己不够优秀，配不上你。我发消息说：我喜欢你，一直都很喜欢你。消息发出去后，那边一直安静着，估计是太晚。我抱着手机，不知不觉就沉沉睡去。可凌晨时分，我家门铃突然又响了。我拉开门，风尘仆仆的裴思彻就站在门口，他的眼眶红红的，看得我心里猛地一颤。我愣住问：你不是今天早上的飞机吗？他抬手看了眼时间，低声说：我还能在这里待1个小时，我回家学了一下。什么？法式热吻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昨晚赖在沙发上干坐着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个？
裴思彻见我后退，一把扣住我手臂往怀里带，他把脸埋进我颈侧，故意蹭了蹭，低声撩我。我现在只有理论知识，还缺乏实战。话音刚落，他冰冷的唇就落了下来，他的吻很轻，却带着明显的声色试探。他的手不知不觉扣住我腰，越收越紧，我被他按得更近，连呼吸都乱了节拍。他低声唤我，宝宝。裴思彻试探着问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吗？我轻轻点头，低声应道，我鼓起勇气抬手，搂住了他的脖子，这一碰像点燃了他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月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照得我们影子都缠在一起。良久后，他额头抵着我，声音艰涩又认真。7月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，你一直很优秀，我怕你被别人抢走。后来这场绯闻越传越热，网上全是我们的 CP 粉。终于等到我和裴思彻一起录综艺的这一天了，他死死牵着我的手，直到正式开录才肯放开。可谁都没想到，这一期神秘嘉宾竟然是苏少谦。我侧头看他，偷偷用手肘顶了一下，还冲他笑。我笑着对苏少谦说，待会儿记得给我留个签名。苏少谦瞄了眼裴思彻，压低声音提醒我别再笑。嫂子，你别对着我笑了，我怕节目结束，裴思彻把我撕了。我这才发现裴思彻的脸已经黑得不成样子，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，火气都快溢出来了。这期节目里，他从头到尾就没正常过，满脑子吃醋。我刚要开口，裴思彻却先一步朝我凑了过来，他指着自己，又指向苏少谦，逼我当场做选择。你选我，还是选他？众人一下起哄起来，我只好先选了个女生入队。可裴思彻明显没打算就这么放过我。我和另一个队伍的女生被派去代表队伍答题，主持人笑得不怀好意，抛出那个劲爆问题。主持人问，这个问题非常劲爆哦，上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？我猛地转身，捂住裴思彻那张乱说的嘴。一顿手忙脚乱后，我尴尬对着镜头笑。我硬着头皮说，别当真，他瞎说的。其实我想公开恋情，但绝不能是这种方式。这家伙脸皮厚，我还真没他那么豁得出去。没想到裴思彻掰开我的手，偏要接着说。这一幕被剪成视频，直接被人发上了网，评论区瞬间炸开，网友开始疯狂起哄。网友喊，亲嘴的时候我能加入你们吗？有人催，裴哥什么时候直播给我们嘴一个看看？接着还装得理直气壮。别起哄了，女朋友害羞。看他在网上越说越离谱，我心一横，取关了他。可我没横多久，裴思彻就直接杀到我家，没等我反应，他已经吻了上来，疯狂掠夺呼吸。这就不行了。